们现在出发去参加一个活动，是2年一度在密西沙加举办的卡车行业的展览。我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受邀参加这种活动，而且是我自己所在行业的一个展览。今天应该可以看到不同品牌他们的最新车型，还有新技术，包括纯电呀、氢能的卡车。而且今天可以见到特斯拉的 Super Semi， 之前只在网上看过宣传图，今天终于可以见到本尊了。除了卡车，今天还会见到一些设备车辆，包括起重机啊，就是道路救援，还有消防车辆，不同品牌的货柜，听说还有纯电的冷柜，不知道对比烧油的冷柜来说会不会安静很多。现在顺路去接上我的一位朋友，他今天帮我拍摄，那我们就走。什么？为什么他不跟他快速找我？那你就点一下我脸。然后我就想拍这个卡车，我就点它，它就聚焦。你闹钟在响吗？啊，是吗？难过在不在？带一个吧。我们现在终于到了会场，在一顿简短又混乱的相机培训之后，就进来排队领票。Thank you.Thank you. Today's tracking. 我们现在进到了展会的第一个厅，一进来看到的就是北美非常老牌的卡车品牌 International 的展位。现在看到的这辆黑色卡车是他们著名的 HX 系列，主要用于一些油田和工地的重载运输。现在看到的是他们最新一代发动机加变速箱一体式的设计，感觉大家都非常可爱的围在自己喜欢的摊位面前。这一部分基本上是适用于短途运输的工程和设备车辆，还有适用于这些车辆各种各样的配件和装置。我们在走廊的尽头终于看到了特斯拉的纯电卡车，它除了外观很有未来感之外，最大的特点是采用3电机驱动，最大功率大约在800千瓦，也就是1000匹马力左右，同时在满载情况下续航可以达到500英里。现在来和我一起排队上车，虽然我就是下一个，但还是忍不住偷瞄。Good, how are you? Good. Welcome in. Thank you. 可以看到驾驶位是中置的，确实做到了视野最大化。这也太危。这个驾驶舱确实可以给司机更多的安全感和操控感，尤其是2块无死角的电子屏幕，身后偏后的位置还有副驾的座椅。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所以短暂的体验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咱也算是上来过了。等我给你拿。接下来我们来逛一逛长途运输的拖车区，不同品牌各种各样的 trailer。这种可以打开的篷布框架叫 rolling tarp 或者 sliding tarp system， 可以理解为是可收缩的封闭式平板拖车。
对比普通的 Drive 呢，它可以更灵活、全方位的装卸货；对比普通的平板，它又可以遮风挡雨。这样的平板陈列真是又省空间又展示实力呀！还有 Flying J 2节的油罐车，我只好奇它停了几把停成这样的。现在看到的是一台纯电的冷柜，虽然电冷柜不是现在才有，但我相信今天的技术一定是更成熟的。相对于柴油冷柜，它肯定是更安静和环保的，但考虑到成本和电池寿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主流。不知道这么豪华还装了木地板的柜子是用来运绳的呢？这运费不得比货还贵呀！要我看，不如改装成超大的房车吧。这儿还有一个带灯的豪华货柜，让我想起了电影《生化危机》里恐怖的激光通道。可能是因为在室内的缘故，我看到的所有 trailer 都觉得有60尺长。这种 dump trailer 一般用来运砂石料啊、农作物等等，它的液压系统可以把整个 trailer 顶起来，然后让货物自己滑下去。还有各种各样运输木材、钢铁，还有大设备的平板和高低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 truck mounted forklift， 就是司机自己可以把集装箱从车上卸下去。我以为这是跑码头才会用到的设备，但是查了一下，它更多的使用场景是在大型的工地。还有更多的配件区，连我都是好奇的看来看去，更别提那些有自己卡车的司机，一定都是流连忘返。这里没有太多的卡车。我来到了更多的卡车区，现在看到的是一辆氢能的卡车。氢燃料电池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但应用于运输业的研究是15年前后开始的。直到2020年，在欧洲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氢能卡车。这辆就是现代著名的氢能卡车。这些橘黄色的罐子就是高压氢气存储罐，也就是电池的燃料。好，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辆 Kenworth T680。T680 可以说是 Kenworth 的主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外观设计对空气动力学的运用。怎么说呢？看电视吗？请你看电视。你想看什么节目？给你热点饭吃。当然，它的内饰无论是从舒适度、质量还是存储空间上来说，都是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这是冷柜 ，freezer， 哇哦 ，single 吧，但是很够用。上边的应该是最窄的那个，这皮座椅都是皮的，这个好 fancy。对，它有点像看梦想。接下来 W900 是一款非常经典的美式长头卡车，从它身上可以看到整个传统美式卡车的演变过程。相对于 T680 这样现代的车型来说，它更重但也更帅。如今，当所有人都在追求燃油高效和车身流动性设计的时候 ，W900 多年来没有太大改动，可见传统卡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上到了 Freeliner 的第5代 Cascadia。这款车的亮点是它安全系统的全面升级，包括它更智能的自动刹车系统、传感器感知范围的扩大，还有盲区保护和车道辅助的升级。内饰也是非常简约大方，而且无论是它车本身还是配件、维修的成本来说，都是运输公司的性价比首选。正确上下卡车方式要面朝驾驶位3点接触。你来看 Western Star 和 Freeliner 是一个集团下的2个品牌，他们的定位不太一样。Western Star 更偏工程和重载，总而言之，它是力量型选手。它的内饰设计也是面面俱到，非常合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外钢内容吗？帮我给这张相行。Peterbilt 和 Kenworth 是同属于一家母公司。我现在所在的这辆579是 Peterbilt 主力长途卡车。它的优点是燃油高效，并且内部空间非常大，主打一个舒适，是 Peterbilt 走向现代化的代表作。这款589是经典老派的389全面现代化升级之后的样子，在保留了硬朗外观的同时，升级了安全系统和结构等等。不过它的内部素材离奇消失，我只发现了合影。现在面前的这辆是沃尔沃的 VNL 系列，和我之前开的 VNL 860是一样的发动机和动力系统，只不过这辆840是中高顶，860是高顶。我和邀请我来这次展会的朋友 Leo 约在了沃尔沃展区见面，非常感谢他百忙之中告诉我可以去试驾，并且给我们带路。Gonna be the only one driving? Okay, yeah, come on, you'll register. Yes. Okay, so come on. So you can drive all of them actually. Come with me together? Yeah, Oh, okay. absolutely. So just a couple of more questions here, okay. please. Think about it. I don't even know. Like, can I see? Passenger only. Okay. Then this one is the very last one, the one with the cement mixer. And then this one, Cascadia. Next one. This one you want to start? Yes. Okay, give me 1 second. 因为试驾要排队，排除了几辆小车头之外，其他车都没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车上休息一下。现在要换个鞋，幸亏我带鞋了。要是没有你，我自己来，我觉得我会。我们吃饱喝足，现在回去准备开车。可以，但是要坐地上。这辆就是刚才出现在展厅里的现代氢能卡车，已经在欧洲和美国加州投入使用，市场价格大概在75万美元。乘坐体验就是起步很快，并且非常安静。你听。你们知道那种非常古老，司机旁边有个平台的公交车吗？谁买了菜也可以放到上面。我现在就感觉我坐在那儿。Really good, the visibility. Yes. And then that mirror shows you the corner of the bumper, right?
these funky Nice boots, to so meet she had to you. switch. 接下来我来试驾这辆 International 的 LT 系列。这个系列呢是他们的长途主力 S13， 是发动机、变速箱、排放一体式的动力系统。自己没开过的车，感觉很有意思，就好像在同一个游戏里体验了不同的角色。I'm gonna keep you guys safe. All right. 这辆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刹车很重，也可能是因为空车头的缘故。而且这是我开过的车里轴距最大的一辆，给我的感觉更像是肌肉和耐力共存的选手。这辆车的驾驶空间不是非常宽敞，属于紧凑型，但正因为它的包裹性比较好，所以很有安全感，并且视野也是非常棒的。值得一提的是，噪音也比较小。好像坐在这儿看我开车还是头一回。那今天就在沉浸式坐卡车逛多伦多机场周边结束吧。